观世音菩萨呢，他不是一个人，那他是谁呢？他其实是非人类，也可以说就是神。之前咱们讲过那个天神有各个层次境界，对不对？那观世音菩萨呢，可能是在众神之上最高境界的神类，但是呢，他又是归于佛，因为他信仰慈悲。但是在宇宙天道轮回的这个过程之中宇宙天道的概念，它也许有慈悲这个概念，但它不是纯慈悲的这样一种存在，而是有它的就是阴阳好坏生死对起落的这样的一种对应性规律。观世音菩萨这一尊神灵，他相信慈悲，信仰慈悲，因为这种信仰使他的这种智慧、眼光、境界和慈悲达到了一种新的、更完美的一种状态。那在这个有一部经叫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对这部经中呢，对这个观世音菩萨有一个描述，他说呢，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之神力，他有这个不可思议的神力在过去无量劫中，也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已经成佛了。他的佛号呢叫做正法明如来叫正法明，这是他的佛号。比如释迦牟尼佛叫释迦牟尼那观世音菩萨的佛号呢叫做正法明但是人更习惯的是说叫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他以这个大慈愿力，请记住大慈愿力就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一个愿望而产生的这种力量安乐众生他为了去实现其所谓叫履行自己的这个慈悲普度救度无量有缘众生的这样一个愿望，所以他化现为菩萨。这个菩萨是什么概念呢？叫做非佛非僧的状态他超越这些形象。那算什么形象呢？就是因众生所需而生出你容易接受的形象。比如说很多地方呢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尤其是常见的是白衣观音比较多穿的白袍，头上有个白头巾尤其是中国用那个白瓷做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像也特别广泛。在古代的时候，可能2、3人家就有一家就供白瓷观音的所以这个白衣观音的这个概念呢，就开始深入人心。还更有意思的是呢，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是比如说1000年前那个观世音菩萨像呢，他是男像，他留着小胡子的。怎么后来就是变成女像了呢？其实因为与他的愿望有关系。经典里说呀，就是说他的形象是千变万化的。比如说你不要接受一位像母亲一样的，这个白衣观音形象就出来了。可是在某种场合下，比如说你在山上遇到劫匪是吧？你可能更需要一个英雄好汉的样子，说英雄好汉的样子就出来了。这可能都是菩萨的化现，是吧？你比如在海上遇难吧，也许你更喜欢一个更强有力的一位老渔翁，摇着一艘船来救你来了，他变成渔翁的样子。对，就是说你比较方便接受的这样的形象。为啥呢？因为他是神，他不是一般人类，所以他到人间来救人的时候人间救人是他普度众生的1/1000。因为众生有无量种世界的众生，很多乃至在天国的众生还都需要他去救度，是吧？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不光是救的人类，
所以当众生在那边比较需要就这种形象的时候，他就化现了，你容易接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当形象类似，大家比较容易沟通，明白了哈？对，他是这样，也正是，一个是他原有的生命的状态，第二个再加上他这个慈悲心，所以形象是不固定的。你看，在韩国的当今的寺庙之中哈，他供奉的观音菩萨呢，描金的观世音菩萨，就是从唐代以来的那个留着胡须的，那样的一个青年男子的菩萨形象。对，所以在我们这个亚洲的观世音菩萨像中有这个2种性别的哈，有男性的、女性的，但实际上还有它的这个画线可能是超越了人类形象的。当不同的需求产生的时候，比如说在大海上，比如说大海有一条小河吧，你要淹到水里要淹死了，也许来一根大木头呢，它是什么性？没有性啊，所以就是这样。大家知道了哈，是因为是他的这个愿力啊所呈现，使他法力无边啊，以各种形象来教化度化众生。因为这个愿望，所以使他法力无边啊，利益了无量的众生。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有需求的时候啊，有各种需求的时候，那菩萨呢就会化现出来了，就来帮我们啊。但是要与菩萨先结个缘，知道有你这个人，就像报过名似的啊，报过名似的。你比如说你在菩萨像前上过一炷香，是吧？敬过一个苹果啊，要有一个最初结缘的这么一个，就像报名的一个感觉，不是报名费啊，报过名分啊。之后，当你有需求的时候啊，那菩萨随时，你只要去求他，就可能随时就会来帮我们化解我们的痛苦啊、灾难呐、麻烦啦，大概就是这样啊。观世音菩萨是修耳根圆通成就的，那么耳根圆通是什么意思呢？说到耳根圆通啊，那首先在佛讲法中一直告诉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因为有我们这个就所谓的五官加意识嘛，五官身体加意识，大家记住这个概念哈，让我们感受到所有情绪的好坏的、温度的啊，甚至饥饿的，甚至嫉妒的啊，开心的，所有的这一切的有情绪和无情绪和一切感受的东西，是因为有五官加身体还有意识，这是佛陀的总结。但是说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耳根圆通，我们知道耳朵呢，它是用来听的，是吧？对，慈悲心升起，我要去用耳朵去听闻众生的呼唤，众生的需求，还有众生的苦难的声音。我听到我就过去，我就要帮他。当然在最初他修法的时候，也许乍听的时候就听见了生活中的一些声音，夫妻吵架的声音，孩子哭闹的声音啊，还有很多让人比较痛苦的烦恼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些事情，比如这个人腿痛，那个腰痛，是吧？甚至是到临死的痛苦挣扎啊，这个一家人因为缺钱而吵架啊，甚至是有病没钱治啊，就是有钱也没法治啊，各种的这种种种的人间的痛苦吧，菩萨只要能听到就来帮你，这是最初级的哈。那再深入一点，比如说我心中有苦，但是有苦的人呢，我还没有想起来去求观世音菩萨。但是如果你在观世音菩萨那里报过道，你心里有这份苦，也许菩萨就已经先用他的天眼看到了你的苦和需要，他已经就帮你或者给你化解了。那么在千手千眼菩萨的这个手上还有眼睛，
有家人说，可是他修的法呢是耳根圆通，由听力入禅定啊，再修出法力来。那手掌上的眼睛是怎么回事啊？那我的理解是叫做由听来入手，听为入手之处。这样说，今天我从这里走，有一个搭了一个大门的一个样子，比如拿木头柱子搭起来一个门的样子，我走进去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泰山山脉，对不对？所以这个门不能决定里面有无限博大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听尤其是耳根圆通这个概念，是由慈悲心而产生了一种关爱众生。就像慈母一直是你都不敢深入睡觉，对不对？因为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你没几个妈妈就是合格的妈妈，这个觉睡不完整，一晚上醒很多次，要照顾孩子，说饿了、尿了、拉了，对不对？就伺候孩子嘛。所以合格的母亲就是这样，一直闻听着、关照着为啥用听呢？你想，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会不会闭上啊？那你耳朵闭上了吗？没吧？我没听说谁睡了觉耳朵啪闭上去了，像那个花瓣似的合上去，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耳朵闭不上。所以菩萨是24小时不休息，随时待命盯着自己的孩子，你千万别出问题妈妈就在旁边盯着你呢，护着你呢，爱着你呢，是这种感觉所以由听闻这个概念入手，而用他的大慈大悲之心，用一切的恰当的方法，因为他的智慧无边，法力无边的话，所以他用各种方法都能了解到你的需要或者是你的必须，所以就很容易就帮到你，好吧？所以由听闻修法入手而已。那么修法听闻的修法入手，其实这都是启发我们后学的同修弟子们的这样一种启发而已。他用听呢为入手之处，而里面的博大，就是他想看这个世界，他本来就不是人间的人类众生，他就是天上最高级的神灵，所以想看透我们的心思和需求，那不是太容易了吗？所以他的法力是无边的无量的。师父有提到，观世音菩萨是从听闻修法入手，这个听闻跟中医的望闻问切是一个意思吗？是，其实就是如果听的本身听里头听到极致并非听，而是你的大脑变成一个综合接收器，而你这个接收器已经不是通过听觉而传达的一种感应，一种对事物的了解，是这样。如果你有科学仪器的话，以所谓于比如声波声呐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耳朵是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话，你听说这个词，但是你可能你的身体上并没有开发出这样的一种使用的功能来。在中医中，望闻问切，那望呢是看，用眼睛直白的看看你的脸色呀、气色呀、面相体态是吧？动作呀。那闻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听什么呢？不是海哭的声音是听你的脚步声。从脚步声，你想想，一个老人家身体比较病态，他的走路和20岁年轻人，你自己想想有没有差别呢？那种老人走路就是反正很拖拖拉拉的，又沉重的，但是声音并不干脆的那种拖拖拉拉的那样的声音这是脚步。年轻人呢走路咔咔咔，你知道他的身体当那个脚落到地上的时候，它的重量的比值没有倾斜，没有拖拉的这种力道，就反映出那个走路咔咔咔的声音，对不对？还有呼吸声。现在说回很多80岁的老人家身体不够好的话，
当他稍微靠近你，尤其是坐一个电梯的时候，你觉得他呼吸声很大，就是说很明显的在呼吸。你怎么走路这么累呀？其实很多是他的身体综合的原因在退化，所以他的呼吸声变得很大，甚至还有心缺氧、脑缺氧、三高啊，所以他的呼吸声很大。当出现这样拖拉的呼吸声的时候，这个人的心肺功能已经很弱了。就是我们一点点常识哈。那你说话声音呢？好，你现在没见到这个女生这个人，有人跟你通电话，声音特别清亮、干脆、好听，她身体怎么样啊？应该是轻盈的、健康的。对，所以这个一个人的声音哈，清亮好听，其实代表着健康。那么一个人声音，一个年轻人又特别粗壮沙哑，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当一个人哈，他本来还算年轻，声音里面有特别苍老的沙哑的感觉，尤其是女生，通常她的命运是不幸的，可能没有爸，或者没有妈，或者父母都没有。如果这些都有，那么他的精神我要怀疑啊，最后又会出现很多就是其实让人感觉到很悲凉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好，这是一点传授哈，这个不一定绝对哈，但是是相对的。这是我在过去师父告诉我的，就是修行呢，还有的时候可以改变。从沙哑哈，我说粗壮沙哑，就老胡的嗓子、老病、老胡的嗓子那个，还最后变成清脆的嗓子。这样的话呢，他的身体健康改变了，他的命运呢也变好了，因为佛菩萨给他修好了，那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回这个观世音菩萨哈，他呢就是佛门这个慈悲的一个代表的神灵或者是人物的这样一个表现形象，就是菩萨行。为什么叫菩萨行？菩萨和佛的一个你知道外在的差别，你们肯定说打扮和形象，对不对？那个并不重要。菩萨和佛的最初期的分别哈，佛其实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他用形象和称呼来表示他们的不同，其实他们没有不同。但是佛这个形象，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人间是到一些荒无人烟的这个山区里头去打坐修行，他通过打坐、冥想和无思这个状态，就是没有思考的这种清净状态哈，最后把这个佛像再刻出来，就是佛像是打坐的，它叫佛像。闭着眼睛打坐，这佛的觉悟是这么的来的，对不对？那菩萨打不打坐？菩萨是抽空打坐。为啥我说成抽空打坐呢？因为他一定要腾出他的双手双脚来去帮人呢。他急的是帮人，帮人是他的主业，对，打坐是他的副业，是业余爱好。要是这样子，才是菩萨。菩萨就是勤奋的在帮助众生的人。而佛又是不是呢？是。因此观世音菩萨有两个身份，他是最勤快的那位看似美女的菩萨，对不对？可他早就是佛了，他是最古老的佛。听起来这么矛盾的，这么绕口呀。因为所以分出这两个名字来，为了其实是民间传说中在你大脑中的印象，佛就是坐在那如不动的。那个佛是什么呢？他在进入禅境的清净状态。但是让众生都能够得利益的话，这是佛的本业，这是佛要做的。但是经过可能在当年1000年的教化，大家总觉得佛的形象就是坐在那打坐不动的，所以他就做出了两个形象，其实都是佛。
一个是菩萨。菩萨为什么站在那儿？坐在那儿也不好好坐，一条腿伸在一边，或者踩在莲花上，干啥呢？随时去帮人去，对不对？做实事儿。天天去帮人的这尊菩萨也好，他是个普通人也好，长久多年如此，他是什么呢？就是佛。什么是佛？大慈大悲之心即是佛。